二位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别忙活了，子弹都在这儿呢。来人呐！朱大哥，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？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求职方式，国军团长带着警衛员夜闖土匪山寨，仅凭2人就控制住了近100名土匪，甚至一人狂啃燒雞，一人狂啃豬蹄，就等着土匪老大聞着肉香從夢中驚醒。然而不僅他槍裡的子彈早被清空了，就連手下4兄弟也全被捆在桌下，硬湊了一桌麻将。我什麼地方得罪2位了嗎？提個醒唄，也讓我死個痛快。朱大哥，其實今天我們來就是投奔您，略展身手，多有冒犯。這位是我老大。面對突如其來的襲擊，見慣了大場面的土匪老大朱子明倒是鎮定自若，可他手下4個當家的卻炸了鍋，甚至再次與周衛國、徐虎大打出手。只因幾個小時前，他們4個正在大堂狂歡，可周衛國和徐虎卻偷偷摸進了山寨，不僅乾淨利落地解決了外圍的守衛，還一路潛入進了山寨大廳。什麼聲音？雖然掉落地上的槍支吸引了他們的注意，但已為時已晚。那人哪去了？好嘞。然而當老四才轉頭回去查看，立馬就察覺到了不對勁。可當他回身時，卻直接驚在了原地，並立刻高舉雙手投降。因為此時除了大當家朱子明外，整個山寨的首腦已全部被擒，這才有了後面朱老大房間內徐吃雞、周啃蹄、桌下4、朱爆2的名場面。但其實周衛國選擇夜襲清風寨，並不是單純為了展示自己的武力，而是因為他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封閉的土匪山寨。對於這種已經形成自己規則的群體，一個陌生人直接提出合作，很難獲得信任。只有先掌握主動，讓他們看到雙方實力的差距，後面的談判才有可能進行。而這也說明周衛國真正厲害的地方，不只是個人能力強，更在於他懂得判斷局勢。面對不同的環境，他不會只依靠一種方式解決問題，而是先找到最有效的突破口，再一步步達成自己的目的。弟兄們，從今兒開始，這位周兄弟就是咱們清風寨2當家的。然而即便周衛國輕鬆拿捏了整個清風寨，可4個當家的卻對這個空降的領導仍滿心不服。大哥，弟兄們有想法。大哥，這姓周的初來乍到，他憑什麼當2當家的？你們要是有本事，能讓人給綁了嗎？4個當家的不服，本質上是因為周衛國的出現，打破了清風寨多年形成的位置秩序。在他們看來，2當家的位置不僅代表實力，更代表多年跟隨朱子明打拼積累下來的資格和地位。如今一個剛出現的外人突然站到他們之上，自然會產生抵觸。而這也說明，清風寨雖然表面上靠拳頭說話，但內部依舊有一套關於資歷和威望的規則，實力可以決定勝負，卻不一定能立刻換來認可。他們那是偷襲我們不服。這樣，我跟姓周的，我們2個單獨比試比試，他要是能把我撂倒，我就服他；要是撂不倒。面對手下的質疑，朱子明並沒有直接壓下眾人的情緒，而是把選擇權交給了周衛國。周兄弟，那你看這事兒，我說用不着老大出手，我來。徐虎主動站出來，並不是單純替周衛國爭面子，而是他明白朱子明可以給周衛國2當家的位置，但無法替他贏得眾人的認可。既然這些人不服，那就必須讓他們親眼看到周衛國身邊的人同樣有足夠的分量。而這也體現了清風寨的生存邏輯。在這裡，身份可以被安排，但威望必須靠自己建立。只有讓別人真正服氣，擁有的位置才會變成真正的地位。好，你果然夠爽快，讓你3招，少囉嗦。4個一塊上！眼見這小子竟然這麼囂張，4個當家的頓時被氣冒煙了，當即圍着徐虎開始了愛的魔力轉圈圈。但原本徐虎以為幾個當家的應該至少是個黃金水平，可才短短2分半，這場比拼竟就結束了。這一場比試不僅讓4個當家的徹底服氣，也讓朱子明更加看清周衛國展現出的並不只是個人武力，而是一種清風寨過去缺少的能力。對於朱子明來說，他在意的不是一時的面子，也不是一場比試的輸贏，而是這個人是否具備讓清風寨變得更強的可能。而這也是朱子明和手下幾個當家的最大的區別，他們看到的是自己的位置被動搖，而朱子明考慮的是山寨未來能否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。你們還誰不服啊？那就行禮吧。周衛國進入清風寨的整個過程，其實也是一個新力量闖入舊秩序的過程。他沒有靠朱子明給予的位置要求眾人服從，而是先用實力證明自己，再讓這些人看到他的價值。而現實中也是如此，一個人的位置可以被別人賦予，但真正的威望無法靠安排得來，只有在面對質疑時拿出讓別人信服的能力，才能真正站穩腳跟。隨着周衛國坐穩清風寨2當家的位置後，憑借着專業戰術，他們大幅提升了整支山寨的作戰能力。但沒過多久，周衛國便迎來了自己在清風寨的首場硬仗，更是他的成名之戰。八路要打奇峰口，就八路那點家门事儿，打奇峰口，打
得贏嗎？管他打不贏打不贏，只要是打仗，咱們呢就能撈一把。那麼面對只顧保全自身、撈好處的清風寨，周衛國又該怎麼把這幫土匪帶上戰場呢？接下來他還會面臨哪些挑戰？我們下期接着解讀。